是少管闲事，不要理别人。可这个标准是不是一直每种情况都能用？不会，因为这世界上除了这个标准之外，还有很多辅助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只是在于某种情况下提供给你做人做事的方针，本来就不是只用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世界上有很多劝人的格言是彼此相反的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会劝你说应该勇于认识，努力争取。有的会劝你说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这世界上很多的格言彼此是要辅助起来一起看。所以呢，其实大家都缺的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合理的概念讲透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原则它本身有没有意义，不是看它有没有例外，而它的例外一定是配合别的概念一起讨论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合理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自己去打比赛的时候，打了一个辩题，03年，我们去打广告有利于大众消费还是不利于大众消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辩题。我们那时候遇到的问题是这样子，那时候我们抽到的持方是广告不利于大众消费，可是广告不利于大众消费有一个小小问题，大家一定都会问：如果广告不利于大众消费，那它何必要存在呢？你想想看。世新大学去打比赛的时候，我在台上要说广告不利大众消费，是对大众不利的。可是世新大学有广告系，广告系有广告系的老师，有念广告系的学生，所以广告系就是教大家如何不利于大众的。广告系的老师就是来传授不利于大众的技巧跟理论。广告系的学生是谁越能不利于大众，谁的毕业成绩就越高，就是优秀学生。我要在台上这样讲超难。因为我这个不能吃，我不能讲到绝，讲到绝这个原则自己就崩掉了。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些例外？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例外？当时在比赛前，我们花最多力气就是解决这一点，不是在其他论点的攻防，在解决这一点。我如何让在台上讲不利于大众消费的时候，对方攻击说那这样子坏，那又是为什么要存在？我们可以选择没有，他不会怎样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抗拒，我没有办法走，我没有办法攻，因为攻人有这种个性，守也守不住。我要一个办法受这一点，就是我承认，可是呢，我要怎么去承受它？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方法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台上举了一个概念，有很多职业是利于一方，不利于另外一方，可是不跟这职业是好是坏没关系。比如说当媒婆，你身为男方的媒婆。你一定是利于男方，相对会不利于女方，因为你会帮男方讲好听话，对不对？你因此女方所得到的资讯就相对片面嘛。可是不是说这个媒婆是坏的，只是因为她是男方的媒婆，她必须做她该做的事情。可她做她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对另外一方相对有点不利。又比如说像律师，我身为原告的律师，我当然上台就是讲对原告有利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上台讲对被告有利的话，因为我要负责任，我要尽忠职守，做好我的角色，就是我被原告雇来，我就努力为原告打赢这场官司。所以呢，不是说我是坏的，只是我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这各为其主，你在为他工作的时候，你去努力帮他讲话，去捍卫他的权益，即使相对可能会伤害另外一方权益，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人之常情。所以我们讲的律师，讲的媒婆，其中一个在讲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广告。广告是为谁服务？它不是为消费者服务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广告是为谁服务？它是为生产者服务的。我一个为生产者服务，我如果讲的话是利于消费者，不利于生产者的话，是我失职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人的好坏，不是只看他有利不有利，有另外一个原则，就是什么？我为谁工作，我为谁服务。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合理化我的角色，或合理化我的行为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强调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。那有人为消费者服务，消保会，消保会相对他会对生产者比较严苛，对不对？消基会、消保官他会对生产者比较严苛。有的呢是广告业，他对生产者比较袒护，他对消费者呢，讯息多半都会有点装饰，有点化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对方没有广告不利大众消费，只是想点名这个情况。对方说消费者会被骗什么东西，我完全都接受，我们全受。可是告诉你，这个是很正常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每个人都是各自为自己的立场在服务。好，
这是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受。要把这个概念合理化，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原则，不是只有一个。世界上不是只有消费者权益这个原则，还有其他的原则。好，来，受身的第二个原则叫区隔。什么叫区隔？切。你说我原则遇上例外。永远都承认，可是我另外开一个概念来放这个例外。我另外开一个概念放这个例外之后，我的原则就不变，因为我这个原则没伤害。你的那个例外其实不是我这个原则的例外，是另外一个概念。光看这个听不懂，我举例给你听。先回到刚才我所讲的貂皮大衣的例子。我今天我要送你一个貂皮大衣，你这个动物爱好者。动物保护者，爱好者啊，你来吃肉丝。来，你这个动物保护者，我说我不收。刚才合理的已经讲过，区隔怎么讲？说啊，我知道你不想收貂皮大衣的原因，是因为怕害貂鼠啊绝种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个貂皮大衣不是一般的貂皮大衣，这个貂皮大衣是什么做的？是养殖貂。养殖貂跟一般的貂皮大衣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？它是养，它不会绝种，它本来是养来剥毛皮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貂皮大衣你可以收，你的原则没有被破坏，懂我的意思？原则例外，承认我切出这个概念来安置这个例外，原则可以保持不变。哦，原来是养殖貂，哦，那 OK， 那 OK， 这叫做区隔。我切一个概念来放你的例外，来，那你说这个实际上怎么用呢？我们来看，这个是有一年，我忘了前年还是哪一年，在南京省级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去那边帮他们打一场示范赛。当时的辩题：人生路上应该乘胜追击，还是见好就收？当时因为你知道示范赛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长时间讨论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架构都直接出来上台就讲，就直接讲。所以架构会比较明显一点，很多装饰就因为没时间就算了。应该乘胜追击，还是应该见好就收？乘胜追击有乘胜追击的好，见好就收有见好就收的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不能去否认其中一方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打的乘胜追击啊，对方打见好就收了。那它的好处我不能否认，我也不打算否认。那我的坏处我完全打算承认。所以这个题目的关键就完全看我们怎么受。我不会攻，不会守，不会走。你看我们怎么受。当时我对于双方的好处坏处，我的切法是这样，完全用区隔概念。我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生观，一种是卓越的人生观，一种是精明的人生观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对方讲，我们的对手讲，人生路上要见好就收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见好就收？我的事业已经好到一定的地步，这时候我就应该把力气省下来，就差不多了，钱赚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去从事，就交个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的体育已经好到这个地步，那应该把精力留下来，书念一念嘛，对不对？数学搞好嘛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你越到好的情况下，要在往上花的那些精力是2、3倍。所以其实没有必要，差不多到一个好的境界之后，与其花10倍的力量再往前走，不如把这个力量水还在人生其他还不圆满的地方去拉，去增加。其实讲简单点，就是机会成本跟投资报酬率递减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样就完全懂了哈。人生路上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，所以你任何一个领域已经够强了之后，与其让它更强，乘胜追击，与其乘胜追击。不如见好就收，然后把这个力气跟时间拿来在其他投资、边际投资报酬率更高的领域上去投资。这是他们的论点，其实很棒。可是呢，我们是完全收他的脸，完全我们攻都不攻哦，完全接受哦。可是我切开来，说要有世界上有2种人生观，一种叫做精明的人生观，一种叫做卓越的人生观。卓越的人不精明，精明的人一辈子不卓越。什么叫精明的人生观？就是你们刚刚那样的人生观，他超精明，对不对？我的数学已经考了80分了。与其要花1个晚上或1个月念书，让它变成85或90或91、2，还不如把这个所有的时间拿去把我的历史搞成60分、70分，还比较合理一点。
可是我告诉你，如果都是精明的人生观，世界上不会有数学100分的人。可是很重要的是，人生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往前推进的那个力量，都是来自于就是有人想要做到99，拼其一辈子希望做到99.5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每个领域就因为有这种人，这个领域才会往外开拓。如果每个人跑100米一样啊，跑到100公尺跑10秒钟，基本上你剩下的力气不要再去练，因为再怎么练，顶多9秒98、9秒95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把那些力气全部拿去打篮球，你会是一个跑100米10秒钟打篮球还不错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，就是有人这么傻，他这个人生并不精明，他人生追求的目的就是我希望跑9秒98、9秒95，希望能够跑9秒97，这是他人生的目的。就是他追求的目的，他不是往见好就收走，而在他已经有的领域当中继续往前行。因为他的人生观是追求卓越的人生观，而不只是精明的人生观。精明的人生观会让你成为一个不太差的老公，衣食无忧的这个丈夫，或者是一个功课 OK 的一个学生，任何地方都过得去，任何地方都不吃亏。可是这样精明的人生没有意义。所有值得你歌颂，所有值得我们会感动、效法，会从中得到力量、会醒悟的，都是因为有些人就是用他短短的一生，用他所有的精力，努力在某一个点，让一个拉面做得更好吃一点点，而不是把力气拿过去旁边再卖一摊鲜炒蜜之类的。你知道台湾什么样的小贩最容易倒？你看台湾卖那个小吃摊，卖完瓦米刷、卖臭豆腐之后，旁边卖烧仙草跟小丽人差不多要倒。卖完烧仙草之后，同时再卖一个什么关东煮，他已经差不多。如果他除了这几样之后，他额外又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夏天有刨冰哦，你敢去吃这种店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有人就是永远就只卖2样东西，瓦米刷跟臭豆腐，可是我卖得超好，我东西做得超好吃，因为我所有力都在讲怎么做出更好吃一点点的瓦米刷，这种比较值得尊敬，对不对？那种什么都卖的店你看过，那什么都卖的摊子。那多半都是那种早餐店，早餐店你不用想吃到好东西，早餐店什么都可以啊，旁边再加个葱抓饼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早餐店什么都可以卖，好，超屌啦！因为你去早餐店绝对不是为了吃卓越的食物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因为那边方便，对，它每样东西都差不多，不会太难吃，因为它与其很努力把这蛋饼煎得更好吃，不如把那个时间省下来说，我们今天还有推出新的一个什么铁板面之类，对不对？早餐店老板什么都会做。OK， 所以这世界上有2种人生观，而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就是我们认为在选择当中，人要怎么样，真正值得有意义的是卓越的人生观。你所提倡的那种精明人生观，不一定要；你所提倡的精明的人生观，不用你提倡，大家都会偷偷去做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怎么样精明人。懂我意思？要精明还要怎么教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精明人，会追求这个人是笨人。他往他人生当中某一个领域钻研的极尖锐、极高深，不管那是数学，不管那是篮球，不管那是象棋、围棋，还是某一个领域，他就是投出他所有的才情跟能量在上面。他在这个地方走到所有人都及不上的境界。这种人一点都精明，因为他人生一定是用很多其他领域的错外换得他这个点卓越。可是由于人类的进步靠着这种人，很多领域的这种人，而这种人呢，基本上这种价值观就需要提倡，精明不用教，这种需要教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每个人衣食无忧的精明，每个人都会，这个才值得要去提倡它。所以我们今天打一个辩论，如果是要打一个值得提倡的价值观，应该是这个，因为现况之下大家都会这个。你看，我同时就已经在用比较性辩题的标准。对不对？同时又切割出哪个地方我受，这就是那时候打比赛的方式。好处是什么？几乎的攻防全过，他打的所有精明的好处怎么样？全过，完全不用跟他交锋，因为我们全部切开。说是没错，可是跟我们是无关的。OK， 这是切。再来看另外一种，人生因成功而快乐，因快乐而成功。好，这个也是这个海峡在选拔的比赛。好，我那个时候看到的一段攻防是这样。那时候我看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打练习赛，我看到的一段攻防是这个样子。其中一方，你看会讲人生因成功而快乐，这个不用讲，很简单。另外一种因快乐成，他会怎么说？啊，
人生为什么因为快乐而成功呢？因为只要你开心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只要你自己能够开心，其实你就是成功者啊！不管你得到什么，你如果考得不好，可是只要开心，你还是可以认为自己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你就算这个领域没做好，做得不满意，没成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能够看得开，只要保持愉悦，你其实就是成功者。好，用这种价值观。结果在打的时候呢，前者正方会攻击反方，说你这样太阿 Q 了，对不对？只要自己看得开，自己喜欢，然后自己就可以声称自己是成功，这太阿 Q 了。那难道只要自己开心就要当乞丐？那个乞丐也可以说自己是成功者喽？哦，对啊，没有可以，只要那个乞丐觉得自己开心，只要觉得自己生活是快乐的，他就是成功者。对不对？那这样没有意义啊！那这样的话，你这样太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啊。我的解释是这样，来，我这句话反过来讲，这时候打的时候不能守，不能攻，不能走，你不能否认这是精神胜利法，因为它的确是精神胜利法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人的确很阿 Q， 一个主张人生只要快乐就成功的人，的确很阿 Q。什么样的人快乐而成功？就是这个。没有这个我的腿断了可是我命还在，然后没有鞋，可是我还有脚，类似像这种，就是往后退一步想自己就会快乐的人，懂我意思吗？我曾经羡慕人家这个脚上的鞋，直到我看到有人没有脚，好开心哦。然后我羡慕别人的工作，直到我看到有人怎样，被老板虐待好开心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有人没孩子还有人没老婆。开心哦！有人失业了，还有人失身，我在这个，这个不算，这个没什么比性，没有可以比较。然后，所以你认为就是往后看，总会觉得开心，那就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。而的确蛮阿 Q 的，可是来听我说，这时候不要去辩，不要去打，要受，怎么受？给各位概念一句话：不要没有，不是他阿 Q， 是一个阿 Q 的人。如果不是拥有这样的价值观，他根本活不下去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你说阿 Q 在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他心里想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个欺负我无所谓。然后被人家打的时候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是儿子打老子，儿子打老子，我没吃亏。他之所以会这样想的原因，是因为对方没当过弱者。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生观。强者的人生观跟弱者的人生观，有人有机会做强者，所以他说人生要成功，要努力追求成功，因为他们是有可能赢的人，所以追求成功，得到成功，你就会快乐。可是实际上你不知道，有很多人是注定做弱者，因为结构或先天的某些因素，他是不可能是强者。假设你在座的各位里面真的是个阿 Q， 也就是说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，被人欺负也不敢，也没有能力还手的人。请问，当你在被欺负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这样想，你今天晚上怎么活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这样安慰自己，你晚上怎么睡得着？弱者也需要有弱者的人生观，需要有一个价值观去安慰那些没有机会成功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你的人生还是值得活的，你不用去上吊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世界上有鼓励成功的人生观，也有安慰失败者的人生观，有给强者用的人生观。更刚健、更强悍的人生观，也有给弱者用的人生观，更温柔、更阿 Q 的人生观，没有关系的，没事的，放心 ，OK 的。这就是区隔。所以对方打的所有东西，我都说没有错，这都 OK 的，这都是强者的人生观。你说我什么错，什么不对？阿 Q 傻子，精神胜利法，乞丐这样子也很开心，是，那是因为你不是乞丐。一个乞丐如果抱持我要有精神人生观，今天晚上就上吊。他当他身为乞丐之后，他必须要有一套人生观，让他可以以这个身份活下来，让他觉得他人生不用上吊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意义，今天晚上睡不着觉。弱者有他要的人生观，而坦白说，强者没有强者的人生观。你看进入比较，强者没有强者的人生观，那又怎么样？弱者没有人生观，弱者上吊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没有一个安抚弱者。慰问你的伤痛的人生观，他们是活不下去，他们是活不开心，是有差别。当然，世界上弱者也比强者多了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对不对？赢一个就有100个失败，这100个失败，你要想办法今天晚上睡着觉要开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听得懂我讲到这边吗？会不会太复杂？听得懂吗？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切
然后比。你看啊，就跟我现在讲的顺序跟我刚才一样，先解释第一个，先解释原则什么意思；第二个，切割处理所有原则当中会出现的例外；再来，如果你认同那个角色，则我命题为真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做的全部都是基本动作，听得懂吗？要不然我翻回去给你们看。我现在讲的就是，好，来翻好多页。什么情况下做比较？怎么解释特殊状况？然后为真。先解释，我刚刚解释什么叫做强者人生观，什么叫弱者人生观，就是什么情况下做比较，对不对？然后对方说所有强者的，这个弱者的这个情况下太精神胜利法，太阿 Q 了，太懦弱了。我怎么解释这个特殊状况？我要举个例外。我这边用的方法是切，切完之后回到最后架构，我认同这个原则的话，命题为真。做的全部都是基本动作打。那跟各位讲，我们平常在打重要的大比赛的时候，辩论点有时候会比较复杂，然后会有一些装饰。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时候啊，你看像这个什么成功快乐成功，像这种就是我没有很认真要带比赛的时候，或者是临时在看比赛的时候，脑筋浮现就是基本动作，听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架构我也没拿去用，因为我们更没去打，所以这是我看完一场练习赛之后，脑筋浮出来的架构就会是这样子。OK， 来，另外一题。这是在马来西亚打的练习，打的示范赛，对手不见标。世事无常，所以我们要更执着还是更不执着？啊，就是人生世事无常啊，你该怎么办？那我们那时候打的是世事无常，所以我们要不执着。他们是说世事无常，所以要更执着。所以更执着就是要努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对不对？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对不对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流泪含泪播种，欢呼收割，都是这样，要更执着。我们讲的是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什么啊？这个万般皆是命，反骨不由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叫做这个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岂有尽如人意？岂有尽如人意？只求不愧我心，都是这种。不执着，要执着。来，这个怎么打？我跟你说，这种示范赛怎么打，我跟你说超简单，因为直接都用基本动作打，所以反而能看出一个人基本动作的扎实。我们当时是这样切的。我们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生观，一种20岁前的人生观给小孩听，25岁前放宽一点；一种是25岁后，小孩子年纪轻轻，不知世事风行，对他们人生刚开始。你要鼓励他们去冲、去闯，有信心，不要怕。所以这时候给他们的人生观都是什么？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对不对？爱拼就会赢，对不对？都是什么？只要功夫用得深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都是皇天不负苦心人。给小孩听的都是这种价值观，不要怕，努力就会赢。干，可这种价值观。你可以听到几岁？25岁前听，25岁以后你还相信就很怪。因为我们深刻都知道，进到成年人的世界，你失败次数比赢的时候多，人生很残酷。很多时候你流泪播种，根本不会欢呼收割，是隔壁欢呼收割，因为他偷菜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，要一根针去买比较可以。铁杵磨个屁，对不对？铁杵来磨真是骗幼稚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就知道，人生很复杂，得失不是像以前那么傻傻的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你们现在几岁？有多少人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的？不是的。所以长大之后，你看透这个事实上比我们这么玄妙之后，有一句话是给成年人的什么？成年人不是在逼他们执着。小孩子是逼他们去得，成年人呢是要教他们学习如何面对失去。小孩子是学习如何得到，成年人是如何面对失去。他需要另一种人生观。面对你已经很努力却得不到，追求很久，他却脚踏两条船被甩的，真心真意好心掏出来，让你当成驴肝肺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成年人遇得多了，他怎么办？
什么话比较适合他？他要怎么今天晚上回去睡得着觉？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对不对？岂能尽如人意？但求无愧我心，对不对？这个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对不对？成年人需要这个人生观，而且这也是跟你一辈子的人生观，那个是小孩子的。长大以后，你的多都听成年，所以对方辩友，你刚才讲的廖子说的所有论点，我都接受，而前提是请讲给小孩子听。现在大家都长大了，不要再骗人了。我们现在长大的成年人，也不是说不要被骗人啊，就成年人相较于教他怎么去得，不如教他怎么去面对失去。因为成年人进到成年社会就知道，你这辈子面对的失去永远比你得到的多。而且你成年之后，基本上这个世界对你而言，你是一个一个逐渐在失去亲人、朋友、岁月，你的身体、相貌，一样一样的都在失去中。你怎么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再执着也不能够挽回的失去？成年人一辈子的功课。你看，切、比，全部基本动作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关键在于我们是怎么处理，这就是区隔。拿一个概念切开来说，对方认为你是对的，是对在这里；对方认为你是对的，可是对在这里；对方认为你是对的，可是对在这里。把它切开来之后，这场比赛就会变得很简单，因为你不用跟他攻防这里，你只要把它切开来就好。这个不是只有打辩论哦，这个是在所有的论述跟说服当中最常用的几个技巧之一。怎么做区隔？面对跟你不同的观念，可能有的例外，别人的论点，你怎么样在不打倒别人论点的情况，或打不倒对方论点的情况下，仍然进行攻防？基本原则，听得懂吗？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堂课叫做基本动作。基本动作第一个，先建立你们的观念，先知道打辩论有哪些基本观念。当然，每一个实际是怎么操作，怎么去动，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也需要技巧的培养。那这个部分我们进阶课程在教。我现在先教你基本动作。基本动作熟，你看像刚才这几个架构，我跟各位坦白讲，像刚才这几个基本架构，我架构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，不是因为我聪明。是因为我没有花任何1秒钟在头脑，听得懂吗？一听完这个辩题，我坐下来开始想的时候，就开始在处理这个题目，我要怎么样找原则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马上瞬间带出一定会有哪些例外，我不会花任何1秒钟想这个例外要怎么样去守它，也不会想花1秒钟想说这个例外怎么反驳它，或者是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不干这种事，因为我的习惯是受，所以马上想如何在不否认这个例外的情况下，我承受它，合理化，找别的原因区隔它，把对方弄到另外一个区块，还是超越，速度都非常快，你在脑中创造这样很快，我架一个架构这样不会超过10分钟。不是聪明，再讲一下，不是聪明，是熟悉。不是聪明，是熟悉。这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，上智跟下愚，最聪明跟最笨的人都非常非常少。坦白说，在座各位，我们都差不多，我们都不是特别聪明，特别笨。唯一的差别是熟练度。有看过养油鸡的故事吗？养油鸡是一个神射手，啊，我没听过。养油鸡是一个神射手，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。结果他有一次在射箭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卖油郎在卖油的，他双手射箭，每一箭都中了红心，然后跟着卖油郎说：“怎样？不错哈。”卖油郎没有很惊讶，他说：“怎么样？此为手熟耳。”就是这个，不过就是手啊，熟练啊，手脚的手，熟练的熟，此为手熟耳，就这只不过是手熟练而已。养油鸡就很不服气，想要去宰他，因为连练武之人，对不对？做事情都比较直，拿刀就想要揍这个人。结果呢，那卖油郎拿个瓶子放地上，拿一个小铜钱盖在瓶子上，拿一勺油从高处淋下来。结果呢，铜钱中间不是有个小孔吗？他倒下来的那个油线刚好从孔中这样子过去，装满瓶子。然后呢，再拿起钱的时候，一滴油都没沾到。养油鸡大惊，什么神迹？卖油郎笑说：“此一手熟耳。”就是这也不过就是因为我到手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跟各位讲就是这样子。
再精妙的神技，不过就是蛇练。